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这期节目我们将来到加拿大的文化之都蒙特利尔，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座城市几个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第一站，圣约瑟夫大教堂 St. Joseph's Oratory of Mount Royal。 圣约瑟夫大教堂坐落在皇家山西坡，是蒙特利尔最著名、最宏伟的宗教地标之一。它始建于1904年，由安德烈修士发起。他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天主教修士，以虔诚的信仰与治愈奇迹闻名于世。这里每年吸引超过200万名游客和朝圣者前来参拜。这座教堂高达97米，是蒙特利尔天际线上最高的建筑。其壮观的红绿色圆顶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全球第2大的教堂圆顶。教堂内部装饰肃穆庄严，拥有令人惊叹的彩色玻璃窗、世界级的管风琴和专为朝圣者设立的祈祷小教堂。登上教堂外部的262级台阶是不少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他们甚至选择跪拜上山。站在山顶，你可以俯瞰整个蒙特利尔市的美景，尤其是在日落时分，景色令人陶醉。此外，教堂的地下还有一个博物馆，展示着宗教艺术、安德烈修士生平的事迹，以及全球捐赠者捐赠的文物。这是一段沉浸式的信仰体验。第二站，皇家山公园 Mount Royal Park。 皇家山公园是蒙特利尔的绿肺，也是城市居民周末放松的首选。它由中央公园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设计，始建于19世纪中叶。这座公园完美地将自然地貌与城市景观相结合。公园内森林茂密，小径交错，是徒步、骑行、慢跑和野餐的好地方。你还可以登上海拔233米的 Kondiaronk 景观台，那里是俯瞰整个市区最佳视角，尤其是在秋天赏枫时节，美不胜收。Beaver Lake 是另一处热门景点，夏天你可以租船划水，冬天则成为滑冰场。公园里还拥有滑雪道、雪鞋道和滑雪橇的坡道，四季皆宜。这里原本是原住民的重要狩猎地，如今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文化与自然气息的休闲场所，是城市快节奏之外的一片净土。第三站，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 Notre Dame Basilica of Montreal。 这是一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哥特复兴式教堂，也是整个加拿大最壮观的宗教建筑之一。它坐落在老蒙特利尔的中心地带，建于1824年，是北美最早、最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之一。一走进教堂，就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的蓝色宇宙。教堂内部装饰华丽，尤其是祭坛上方巨大的金碧辉煌的雕刻，配合深邃的蓝色天花板和星星点点的金色星光，气氛庄严又神圣。彩色玻璃窗描绘的是蒙特利尔的宗教历史，而非圣经故事，这一点也很独特。这里的管风琴拥有7000多根音管，是世界上最精致的管风琴之一，每年吸引了无数音乐爱好者慕名前来。圣母大教堂不仅是一处宗教圣地，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著名的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就在这里举行了婚礼。此外，这里还有一场被称为 Aura 的灯光秀，将灯光、音乐与建筑完美结合，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神圣的艺术盛宴之中，非常值得一看。如果你来到老港区，一定不要错过这座令人震撼的地标。白天可以参观教堂内部，感受建筑之美，晚上则可以欣赏灯光影秀，感受灵魂的震动。无论你是不是信徒，这里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第四站，圣母善导堂。
这座教堂被誉为航海者的守护神殿堂，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石砌教堂之一，位于老港区中心。虽然目前看到的建筑始建于1771年，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55年，由玛格丽特·布吉斯建立。她是蒙特利尔的第一位女教师，也是魁北克教育的开创者。这座教堂因其航海主题而独具特色，内部悬挂着多个小型船只模型，是早年水手们捐赠的，用来祈求平安航行与感恩庇护。教堂正上方屋顶立着一尊圣玛利亚塑像，面朝圣劳伦斯河，为离港的船只送行。教堂底下的玛格丽特·吉布斯博物馆与考古遗址也值得一游，这里曾发现了17世纪的建筑遗迹、古井和墓葬，展现了新法兰西时期的生活图景。通过展览，你能更深入理解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最初的建立与宗教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此外，这座教堂不仅是宗教地标，也成为了蒙特利尔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站在教堂的塔楼上，你能欣赏到老港与市区的风景，尤其在清晨与傍晚，整个城市犹如油画般宁静。教堂周边的街区满是鹅卵石铺成的小巷，咖啡馆、艺术画廊和街头艺人让这里充满了浓郁的法式浪漫，非常适合漫步与摄影。蒙特利尔市政厅，蒙特利尔市政厅位于老蒙特利尔，是一座典型的第二帝国风格建筑，于1872年到1878年间建成。建筑宏伟对称，中央5层塔楼巍峨耸立，彰显当年法国殖民地的威严气质。1922年，市政厅因一场大火损毁，重建后内部风格偏向法国文艺复兴风格，保留了原有外观的壮丽。这里不仅是市政厅办公场所，更是蒙特利尔历史的见证者。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这座市政厅阳台上发表了魁北克自由演讲，引发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政治风波，成为了新闻焦点。如今的市政厅在夜晚的灯光下格外迷人。附近的雅克卡蒂亚广场则是热闹非凡的集市广场，经常有街头表演、摊贩和文化活动，让游客体验到蒙特利尔的多元与活力。特别推荐 Schwartz Deli 蒙特利尔犹太风味熏肉店。来到蒙特利尔不吃一次 Schwartz 等于没有来过。这家餐厅自1982年开业以来，成为了城市的美食象征，以其手工腌制、慢烤的熏牛肉三明治闻名。Schwartz的招牌三明治夹着厚切多汁、香气四溢的牛肉，搭配老式芥末和犹太黑面包，简单却令人难忘。每天门口都有排队人潮，包括本地人、游客，甚至明星都慕名而来。这里的用餐环境保留了上世纪的老风格，简陋但非常地道，是一次舌尖上的时光穿越。你不妨点上一份熏肉三明治，加上一份薯条和腌黄瓜，完美。这就是我们这次在蒙特利尔走访的几个经典的地标和美食，希望你也能从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历史氛围。当然，蒙特利尔值得去看的地方还有很多，远不止这些。如果有机会，也希望你能来到蒙特利尔，领略魁北克的独特的法式风情。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关注、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